之前在重庆帮大家测试了华为问界 M5和 M7的智驾水平，你们觉得它的表现够顶吗？那今天继续帮大家测一台搭载了华为乾坤高阶智驾的车型24款阿维塔11。智驾领航已激活，智驾领航已经激活了，我们就看一下这台阿维塔11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其实开了这么多有激光雷达的车型，我还是很相信他们的智驾水平的。特别是这台阿维塔11，它有3颗激光雷达，其实它会时不时的提醒我手握方向盘。这个的话可以在车机上进行设置，你可以是提醒的更加的频繁一点，也可以间隔的时间稍微更长一点。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就是它现在有这种头枕音响道路提示的语音播报，就是通过头枕传递到我的耳朵里的，就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对吧？比如说我在看电视剧，你就可以比较沉浸式的享受了。他嫌前面那个车开得太慢了，他想超车。就是之前就很多有智驾的车型，大家都觉得开得比较慢，因为他们比较小心谨慎。但是在阿维塔11上面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更像我们自己开车一样，思维很活跃，对，感觉更像人在开车。它又变道了，说变就变，急性子加塞的车辆，其实这种刹车的感觉真的非常的平顺。它就像我们轻轻的点一下如果老是那种急刹车的话，你其实没有安全感的。这个极限加塞这个比亚迪，它驶入了一个特殊通道。就现在24款的阿维塔11，它新增了一项功能，就是它可以识别像公交车道、潮汐车道这种特殊通道。哇！它加塞了后面那台车。这条路上它有很多的大货车，还有公交车，就是混行的一个路况。那这个时候它有一项功能，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它会主动避让大货车。这个也跟我们自己平时的驾驶其实是差不多的，对吧？对。前面有台12，他还去追他的兄弟。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虽然都是用的华为的智驾系统，但是阿维塔和华为有一些不一样。之前我们在测试问界 M7 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标定，感觉是就想走左侧车道，但是现在阿维塔给我的感觉就是哪条道快它就会走哪条道，就很聪明。两个摩托车它也能识别得很清晰，你看这个仪表上面好近啊，头顶上就对，哇哦，刚刚过了一个井盖的感觉怎么样？它是装了空气悬挂了吗？其实是因为24款的阿维塔11，它新增了一项就是华为的 iTrack 的功能。那个功能它可以主动的去识别你前面的路况，然后来调整它的扭矩的输出。就是在过坑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更加的平稳一些，然后就让你坐起来的体感会变得更加的舒适。在隧道里面的驾驶，其实这种弱光环境下，你选择激光雷达的方案，要比选择视觉融合，就是摄像头的方案，它的一个精准度更高一些。你可以看到仪表上面它的车道线，或者是它身后的车辆，它的这些识别都还是非常的清晰。但是如果采用视觉融合的话，在这种弱光环境下，它就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基本上我现在开下来是全程都没有接管，我感觉重庆的道路对阿维塔来说已经不算什么挑战了。开始泊入，开始泊车，注意环境安全。泊入已完成。OK， 一把劲，怎么样？你感觉？太稳了。对，我也是第一次在重庆的道路上开一台车智驾零接管。给大家总结几点，它为什么能够把智驾做到如此高的水平。首先，它的一个硬件系统，3颗激光雷达，然后布置的位置是在前方和两侧，不管是从它的数量还是探测的范围来说，都是目前遥遥领先的。第二点就是它的软件上线可以不断的更新，像现在它用的是华为乾坤的高阶智驾系统 2.0， 那之后它可能还会升级 3.0、4.0 系统。那在 2.0 这套系统上，它其实就已经新增了像什么特殊车道的识别、异形障碍物的识别，所以它是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驾驶习惯和环境去不断提升它自己的能力。底盘的 iTrack 呢，是我这是最喜欢的一个升级，因为之前大家都说为什么阿维塔11它没有空气悬架，但是现在有了这项功能之后，它就可以智能的
根据路况去调整它的扭矩输出，让车辆更加舒适的去通过一些颠簸路段。好了，你们还想看什么车的智驾表现？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